美军计划在台海塑造战场，让解放军永远无法获得军事胜利，这样的企图能实现吗？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建绍。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乌克兰军队的表现已经超出了西方的预期，特别是对曾经预测只能抵抗4天的美军高层而言，似乎他们发现了新大陆。美国一直把应对俄乌冲突的经验看成是未来应对台海危机的预言，所以总结乌军的成功经验，并在台海塑造满足美国利益的战场，就成了重中之重。在美国军事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美军最想看到的结果就是不直接下场干涉，而是让台军拥有与解放军长期对峙的能力。近日，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上，美国空军负责策略整合和需求的副参谋长克林顿·海诺特中将说出了美国的打算。美国可以做到的是让两岸都无法取得制空权、制海权和制信息权，从而让战场出现长期化的局面，进而达到消耗中国的目的。海诺特认为，俄乌冲突有一条经验是非常值得推广到台湾地区的，那就是以地制空是防止对手获得制空权的有效手段，而且这个门槛非常低。乌军用便携式防空导弹就有效地克制了俄罗斯的空天军，所以台军也可以利用大量的地空导弹来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需要在战场边缘，我们对手的家门口拥有一支无法被征服的军队，正寻求改变空中优势的新办法。通过成本效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目前的导弹发射平台要比导弹要贵得多。如何利用廉价平台，例如农用飞机、运输机、客机发射导弹，将是未来需要研究的课题。这将极大地提升军费的投资回报。如果中国大陆武统台湾，美军就准备攻击解放军的武器弹药仓库和后勤供应渠道。海诺特强调，美军将尽其所能阻止解放军的后勤供应线，使其两栖作战行动成为历史上最困难的军事行动之一。他指出，我认为我们有机会做到这一点。另外，海诺特还说，未来的战争消耗和损失战机很难及时得到补充，飞行员以及海军陆军的技术人才的损失更是难以及时得到补充。美国空军参考俄乌冲突经验，也需要大量生产无人机作为替代，也就是说，要研发生产能够适应高烈度战争的那些先进无人机。从海诺特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美军认为台军依赖大量的地空导弹就能遏制解放军的制空权，并且通过打击解放军的两栖攻击舰艇来阻止两岸统一。由于两栖攻击舰队也需要获得一定范围内的制空权，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讨论地空导弹能否真正的阻止解放军获得制空权、制海权和制信息权。答案是根本不可能。首先，解放军配备了俄军所没有的天基卫星侦察网络、各类先进的预警机和无人侦察平台，而台湾岛只是一个面积只有乌克兰1/16的小岛，制信息权一定会掌握在解放军手里，因为我们的制信息权的手段、方式和战法多种多样，这一点是台军根本没有办法相比的。其次，解放军拥有大量的空射型的反辐射导弹、巡飞弹和察打一体无人机，特别是空军基本实现了精确制导武器系统的普及，不存在俄罗斯的战斗机仍然在使用无制导弹药对地面目标发动攻击的情况。所以，台军现在的便携式防空导弹并不能对解放军的制空权构成什么威胁，而那些难以机动部署的中远程防空导弹，在战争初期就是解放军的远程火箭弹、导弹的活靶子，而个头小一点的、使用更灵活的野战防空系统，面对察打一体无人机、巡飞弹时也是活靶子，因为使用这些武器，发现即摧毁，你逃都没地方逃。所以，乌军基于地空导弹所构成的防空网
可以遏制俄军，但是不等于台军也有同样的机会。最后，台军依赖岸基反舰导弹，也不能保证拥有制海权，因为这类武器同样会遭到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无人机、巡飞弹和空对地导弹的持续打击。而面对天上的目标，反舰导弹是毫无用处的，只有挨打的份儿。此外，解放军还拥有更为强大的空中预警机机队，舰船的防空能力、电子弹能力也不是俄军能够相比的。面对解放军强大的防空网，亚音速的反舰导弹和普通的超音速反舰导弹都难以取得突破。总体而言，在我们总结思考俄乌冲突的经验教训的同时，美国也在得出自己的结果，甚至企图把这些经验应用在台海地区。美国政府现在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对台军售，其供应的主要装备就是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这进一步证明了美军想要干什么。不过，要想借此来阻止中国的统一大业，依然是痴人说梦。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